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20大结束之后，新的这政治局的这些委员，包含常委出来，当然就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哦。好，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带着这些政治局常委到这个延安这个他们革命的发源地大家说这个每一个动作当然一定都有一些仪式一定有一些目的那大家会谈到说，接下来到底这个未来习近平至少确定掌权的这5年里面，对于所谓的包含中国境内、包含国际、包含台湾台海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值得我们要来关注会延伸的变化？我们希望今天好好来谈论一下。那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闵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闵老师，我一开始提到这20大闭幕之后，哇，就马上赶到延安这是一点，这跟台湾过去国民党结束之后一定要到石虎去谒陵一样，这个仪式好像就必得好像要走一遭。不过某种程度来说，到延安的意义，我们认为好像又更不大一样，因为在这个过程，他也谈到了说，必须要延续这个延安作风大生产运动当然就有人在提到说，这个说法是不是代表未来在某些政策上的一些方向的一些定锚那特别有谈到这个延安的整风那听起来也是延续过去整个习近平对于一些各种不同面向的权力的这些掌握。那大家有说过可能是不是要开始新一轮的对于内部来做一些整数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老师给说一下，这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民接下来这个苦难的开始？是不是苦难开始我不知道，不过这个方向绝对是不一样哈。中国每5年开次大会，我们过去就讲过了，然后每一次这个不管是新任的总书记上来，或者这个总书记连任等等，他总要说一些话，就像你刚刚说的，要有一些政治仪式呢，要展现出来。中共对这些比较更在意一些，所以他去什么地方，然后看什么地方，然后说什么话呢？那都是变成大家诠释的对象。一方面他晓得大家关注的问题，然后他会做这个事；二方面就是他们也有意要放一些讯息出来。中共是注意文宣的嘛，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一次呢，20大一开完呢，就跑到延安去了。然后就讲什么呢？都说我们也就要这个毛泽东当时呢，就是在延安呢开了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那现在是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间相隔了13届，相隔了这个60多年。那么现在这次要干什么呢？第一，延安整风很重要延安整风很好，因为毛泽东就在当年7大的时候，在延安发动了延安整风。结果把共产党打造了成一个非常坚强的有战斗力的团体。为什么呢？因为全党都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那翻译成现在白话就是，大家现在记得我这番话，然后这个记得延安整风，大家团结在我习近平的旗帜之下。那现在问题是要不要发动整风？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他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当年呢，在那段时间因为这个共产党被国民党被这个日本的包围，然后封锁等等，被国民党包围可能是真的，被这日本封锁呢，那是乱讲的。日本没有封锁他们，他们离日本非常近了，他也不打日本，日本不打他，所以其实在骗人的话。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说：“我们干了什么事儿呢？因为经济被封锁，经济有困难，所以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发动一个叫做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就是军人也来种田，然后这老百姓也加大生产，叫大生产运动。因为有大生产运动，所以才能这个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跟物资来支撑战争之所需，也就准备将来打内战。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们要发挥等等。”我经常讲，中共很注重文宣嘛，所以他们一举一动呢都是以文宣角度来设计的。这次这个当然也不例外。你回头去看，10年前他在18大刚刚上台的时候呢，他访问哪里？你还记得吗？广东，对不对？我们上次谈过的事情，他访问广东。不但访问广东，他沿着邓小平当年南巡的路线呢，去拜访了几个城市，然后还请汪洋陪同他。这次被罢黜汪洋。汪洋是大家一般心目中的实干的改革派不管你对他政绩有什么争议，但相对其他人来说，他是比较实干的，比较改革派的。
所以10年前他请汪洋陪他看广东，一方面汪洋是这个广东的省委书记，二方面又是这个改革派，所以他给人的形象就是我习近平上台之后我要改革了。他有没有改革呢？当然很多人说没有，但他只有做一件事情，他反贪腐。反贪腐在大家心目当中是改革的，没有错。但是反贪腐另外考量，我们也讲过是夺权斗争。你现在把那部分摆下来，他的确传送了一个改革的形象。好，那是10年前，然后5年前开19大的时候呢，他又跑到徐州去，一方面看当年徐蚌会战的这个场所，他们叫做淮海战役。另外一面呢，去看了一个大的机械生产公司，然后他强调要去干实业啦，然后要把这个实业好好的干起来的什么，也就是他晓得中国大陆经济不行了。好，那么所以就是他去了这个延安，特别强调了这2点，就告诉大家，我们党今后的重点路线就这2个，一个呢就是要整风了，一个呢就要去大干实业。好，那么整风的结果是什么呢？当年毛泽东在延安不是发动整风吗？他的背景是因为毛泽东呢，虽然在这贵州遵义会议之后，名义上变成党的一把手，但是党内的实权没有完全在毛泽东手上。党内实权在谁的手上呢？在当时国际派的手上，就是王明跟博古这些人，也就是比较接受苏联共产党指挥的这些人。他们用苏联那套搬到中国来推动。毛泽东说不行，我们要搞中国的农民式革命。所以其实是2条路线的斗争。那经过延安整风之后呢，把这批人斗倒了，说夺权了。所以一方面夺权了，然后二方面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要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然后树立毛泽东绝对的权威。当然对共产党来说有个好处就是，因为这么多人都这个跟着毛泽东走，然后相信毛泽东路线，然后毛泽东呢又铁血的纪律巩固了党内的这个组织，就使得共产党变成一个比较有战斗力的团体，对共产党来说是好事。所以一旦这样的话，那党内的服从性很高，执行力很强。所以如果执政的方向很正确的话，那它是很有力量的。但反过来说，我们过去也讲过，你也很清楚啊，在一个专政的社会里面，如果高层政权高层的政策很正确的话，那么执行有力，那这效果非常好。但如果高层政策是偏的话，那执行下去那谬以千里。过去我们就看过很多案例了，那我们现在先不说了。那么也就是说，他要强调你们大家都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呢，我可能要整肃谁？我们等一下看是不是有机会来说。这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大生产运动。中共这几年来，我不管是这个武汉肺炎也好啦，然后错误的清零政策也好啦，然后萎缩的外贸也好啦，或者说国内的这个经济萎缩后退也好等等，就使得中国大陆经济衰退。所以他现在说我们现在要把经济发展起来，然后又吹起了当时的口号叫大生产运动。所以这2者呢，应该是他至少这5年当中执政的这个重点方向。所以我们是这样解读这件事情。是老师刚刚提到这个延安整风的部分，会让我觉得那真的是跟中常委的名单或者常委的我们讲的名单的背景很相似。我们看到这一次来讲，政法委的秘书长陈奕新会出任国安部的部长，前国安部长陈文清会担任这个政法委的书记。所以外界就解读刚刚提到，习近平又把刀把子又紧握。老师是说苦日子不一定好，我觉得至少所有这些跟他认为有敌对的人，一定是习近平借机要来整肃的对象。应该是现在你刚刚讲的是说这个常委的名单呢，其实我看就是，如果你把名单往下一层去拉下一层来看政治局这种那可能看得更多一点点。我刚会做这个判断，我说老百姓生活不一定变苦，倒不是说一定不会变苦，我说我还没有把握。当然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看去猜。但是我觉得干部这层日子大概不会太好过，那就是你刚刚说的话，一方面就是中共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斗争的传统，不但跟外面人斗，跟敌人斗，然后他自己要这个树立敌人去斗之外，他内部也斗，因为他的这个哲学就是这样，他培养人呢，培养干部就是这样培养的，所以斗争非常凶残。我们常常讲的像黑帮嘛，这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我们过去反复跟大家讲，
这个10年来呢，习近平上台呢，他要巩固政权，要从江泽民这些人手里面把权力夺过来呢，他必须发动反贪腐，所以搞了10年的反贪腐。当然前5年比较凶，后5年稍微放缓一点点。但是呢，反贪腐反得这么雷厉风行的时候，如果说你是这个江泽民了，跟这个曾庆红这批人，你会发现，你当年精心培植的这一批干部，摆在党政军特这些不同领域这些干部呢，凡是到达一定层次以上呢，就变成习近平呢去严加监控跟严加检视的对象。然后稍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你拔掉，然后就把它清除了。所以这么一来，大概这10年来拔了多少人呢？大概拔了500多，将近600人。我说是高官呢，也就这600人大概什么层级呢？文官大概是副部长，就我们叫次长了，或副部长以上。然后武官呢，大概是少将以上。我们就这样算呢，就差不多600人。那你如果说全国的话，那大概差不多10来万人，那数字很可怕。大家说啊，你看他这个多么有勇气啊，这个反贪腐呢？那我们问一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这么多贪官？第二就是贪官为什么看起来越打越多？也就是说，贪官并没有因为你打而减少，好像越打越多。所以对这个你反贪是很有魄力，但问题是你这个制度本身是不是培养贪官？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好，那这阵放下来，回到你刚刚的问题。你说他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抓紧了刀把子？是，他把刀把子抓得更凶了。我们从另外一地方还可以看到，这次他不是有一个20大一个报告吗？他隶属他过去10年来的政绩，特别是上一届过去5年的政绩，什么反贪是很重要的一块啊，这个高高的这举起说我做了多少多少等等，对，反贪是相当成功至少在这个反贪夺权当中很成功。但是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反贪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会打造一支反对你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呢，现在也还在这个发挥作用当中，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你刚刚数的那些人也不错，他上面抓了中纪委，然后底下抓了政法委，再下一层抓了国安部跟这个公安部，这些全部抓在手上。这些抓在手上呢，就他刀把子，然后用刀把子去清理这个刀以外的人。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注意到，他用抓了刀把子，然后用刀呢去清洗别人，后来发现说刀把子不太可靠，大家可以讲成刀把子也出问题，刀把子也要处理。好，那么处理哪些呢？大概在过去我们讲孙立军案呢，大概过去差不多1年多2年时间呢，抓了一个孙立军团伙，然后抓了一大堆政法干部嘛。上面还抓了他的这个算是上司傅政华，然后另外抓了他的平辈的或低一点点的各公安厅长了或局长等等，一抓了6、7个。最早呢，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上讲过他的罪名啊，那时候列了40几条，什么严重危害党的安全啦、政治安全啦，然后又牵涉到什么等等，话都很隐晦，但是那言辞都非常恐怖。我们说，哇，一个小小公安部副部长，哇，有40几条罪名，什么私藏枪械啦、图谋不轨啦，然后什么贪污受贿啦，然后又去行贿他人啦，又谋官啦，又形成团团伙伙啦，然后又什么私藏枪械。我们说这个不掉脑袋还得了吗？就出来呢，判了3个罪吧，一个是贪污受贿嘛，然后一个是操纵那个什么股市嘛，再一个就是私藏枪械嘛。这3个跟他原来那个40几个比起来根本不成比例。原来的40几个罪名，我们一数，我们说少说有什么东西在里头呢？少说呢有个暗杀罪在里头。你图谋不轨嘛，私藏枪械嘛，然后勾结嘛，形成团团伙伙嘛，形成重大政治安全嘛，这些话说来说去就是说，他好像卷在暗杀账当中，至少他图谋暗杀。他暗杀谁的罪名要这么重呢？必须是暗杀政治局和常委以上的人才这么重，因为他已经接近政治局了，他差一步就进政治局了。所以如果说这罪名这么重的话，那就是暗杀常委以上，甚至暗杀习近平本人。那为什么后来出来罪名这么轻啊，判的罪相对比较重呢？所以当时我们那个话说，他挑不动，以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挑不动这么大的罪名的。所以后来他们也发现了，他们知道说他贪污啦、行贿啦，然后什么等等，那些最重的都不见了。
那既然挑不动，你前面为什么讲了这么恐怖的东西？我们想中共注重文宣嘛，讲的话他一定是事出有因了。所以我们猜什么呢？他挑不动啊，但是他的确想暗杀，或者他企图暗杀，或者甚至已经做了准备要动手就没有成功，或动手没有成功呢，我们不知道，好抓了。那挑不动什么意思呢？挑不动就是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挑不动暗杀这些常委以上这些人的罪名的话，那他上面还有人。也就有人指使他，他只是那个抓了枪的手罢了，但后面有个脑袋在指使他这只手。那这个脑袋抓到没有？没有抓到。好，那既然没有抓到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所以你刚刚讲的抓刀把子，我觉得一个就是他还要继续抓紧刀把子去清查像孙立军团伙背后这些人，这第一个。第二，你前面不是讲说打团派嘛，对不对？我们这次在这个20项名单里面看到。甚至在那个大会那个上面你也看得很清楚啊。第一就是还没有到年龄的李克强下来了，汪洋下来了，胡春华干了5年的这个副总理就没有上去干总理。那另外就是大家觉得不太合适的人上去了，而且可能会干总理，所以不该上的上了，不该下的下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很突兀的人事安排。中共的理解不是这样的，中共的理解是派系斗争，甚至是路线斗争。好，结合起我们前面讲的话，你第一题你不是问说是不是有路线斗争吗？那如果是有路线斗争的话，那他斗谁呢？看起来就斗刚刚下去这些李克强了、汪洋跟胡春华这些人。好，路线在哪里呢？路线可能在说改革跟不改革，或者说要回到这个当年的这种指令经济路线上去。所以，如果说我们从中共传统去看的话，路线斗争会变成政治斗争的话，那么习近平再次抓牢刀把子呢，就是要准备斗争。然后，如果我准备路线斗争的话，我也担心对方反扑。所以我们是这样诠释这件事情的。是我刚刚谈到路线的斗争哦，当然还谈到很直接的部分，就延伸到外交。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哦，特别把王毅，我想对台湾的朋友或者外国的这些外交的体系不会陌生哦，因为他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战狼的狼的很重要的狼性的代表人物。所以有人俗称说，外交部事实上应该是扮演白脸的角色比较多，通常都是军方在恐吓。没想到哇，王毅也是一个外交的。这个所谓的像军人战将一样，这个得理不饶人，而且喜欢诡辩。那最终的部分，我们看到有人笑他其实是一个破外部，不是一个进行外交关系的维系的一个人哦。那不管怎样，他被拉进了所谓的政治局里面，担任更重要的一些角色。所以大家就在谈到说，那接下来美中的关系会维持继续强硬的对抗吗？所以习近平是不是就狠了心，不只是对内刀把子握紧，要做清算？那显然对外的路线上好像还是会维持强硬。老师，您的观察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我同意你的看法哈，就基本强硬，但中间会有起伏，就是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坏，有时候好一点，坏一点，但是坏的时间我猜会比较多，然后好的时间呢比较短暂。那说这个外交官王毅呢，他是这个战狼呢，应该这样讲哈。其实，在他第一任的时候，在这个他刚刚上来接那个位置的时候呢，他相对比较温和。然后过去因为他是对日本系统出身的，然后日本比较讲究那表面上礼仪文化等，所以他也学套那套东西。所以我是这样感觉，我觉得当然每个国家外交官呢都必须演戏，因为你是代表国家形象，就是你总得把你认为我们国家最好的一面拿出来，然后这一面也跟我要去出使的那个国家的文化相比较，然后他的文化看看他的文化当中，他认为比较好的形象什么，然后我把我的好像跟你的好像两个想办法对接起来，对不对？这是一般我们认识到的外交的这个外交官的这个作为。所以讲的稍微血淋淋一点，就是每个国家外交官呢，多少都在演戏，因为你要代表形象，多少在演戏。好，那就回到王毅了。如果王毅的过去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然后比较注重表面礼仪的外交官，那为什么他后来变成一只战狼？就刚刚讲说演戏，好，那演戏一方面就是我自己要演，但是不一定是我想这样演，而是我要配合长官之需求。
长官要我这样演，我就这样演，然后长官的政策往那方向，我就往这边走。所以外交官演戏呢，在我们看是很正常的，然后投长官之耍也是很正常。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对王毅续任，然后看起来他后来是一只战狼，然后一个战狼续任了这个或者高升了，然后去接着外事部的这个主任，是不是外交一定会更强硬呢？不一定，因为这个看习近平的需求或看中共中央的需求。也就是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国家呢，这种重大的外交战略呢，就抓在最高领导人手上，而你们所扮演的只是我希望你扮演的角色。那有人为什么拔掉呢？因为你扮演的角色过多或是过少，没有达到我的需求。如果是小事情1、2次你失误我就算了，大事情1次失误我就必须拔掉，因为我要保证就是我的这个外交理念能够在这边贯彻啊。所以我讲的是，对美关系将来不一定会恶劣，因为它有起伏。为什么起伏呢？过去我们讲过嘛，中共的经济呢对外贸依赖非常重，中共对外贸依赖当中呢，对美国的依赖非常重，所以对中共来说，对美关系呢是它所有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又有贸易战的问题，然后又有战略关系的问题，然后尤其这1年来吧，大概拜登在这涉及的对华政策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大特点就是，我们都觉得川普呢对对中共政策呢比较严厉，发现说拜登对中共政策似乎更加严厉。一方面延续了川普时代精神，二方面呢，拜登跟川普不一样的，川普是单打独斗，拜登呢好像喊人来围殴，好像打得更重什么等等。然后这大概半年来呢，在晶片上面，在半导体问题上面，跟中共的这个争斗呢，跟对抗呢，好像越打越重。大概最重就是上个月了吧，就是10月那一次，然后美国推出了晶片人才禁令，在中共看起来这应该是根本而致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你说啊，因为严重所以会对抗，不是的，因为中共认识到他对美国依赖过高。过重，现在我找不到其他替代方案以前呢，我得低下头来。中共是会演戏的呀，所以他如果没有实力跟美国硬碰硬的话，他现在只好这个赔笑脸，然后想办法递出橄榄枝。所以最近不是习近平在这个一个场合就发了信给美国这个在这个大陆的商会嘛，讲说，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跟美国的更好的相处的方式。这是递出橄榄枝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过去相处不太好了，现在我希望能够改善等等，那就看你美方了。然后这些战狼呢，就讲出来讲什么呢？希望中美2国相向而行。这些话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软的话。所以你说关系一定变化，一定很战狼，我觉得会有起伏啊。这对美国的部分。对欧洲的部分，你现在甚至说你可以看到有点转圜哦。大概就这几天吧。然后德国的这个总理不是要去拜访，要去大陆访问嘛？然后他那个汉堡又给了一个中资集团，然后就进驻了嘛。很有趣，就是苏兹要去访问了，他的外交部长批评他，他觉得说不应该对中共战略要有新的中共战略等等。所以中共的对外交政策，我猜20大之后呢，会有一些变动、一些起伏。但为什么我刚刚就讲，我说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悲观呢？因为就是我们观察了这几年来中共外交的轨迹呢，它似乎就是过高了估计自己，然后过低的估计了欧洲跟美国。不是讲说东升西降、东强西弱吗？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发现大概这几年来，中共跟欧美冲突有几个焦点，一个是香港问题，一个是武汉肺炎的国际影响，然后在新疆的人权问题、南海问题，然后大外宣，然后中共的网络攻击跟偷窃，然后中共威胁台湾、战狼外交等等，当然还有这个他或明或暗的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等。所以欧洲国家对他的外交的印象，大概就是说，你强调你的崛起，然后呢，你在挑战国际秩序，然后你在践踏普世价值，这点是我们不太能接受的。所以欧洲在这问题上面呢，内部即便是有杂音，那有人会注重经济利益，但是对欧洲跟美国这些国家来说呢，
好像对普世价值的肯定跟看重呢，有慢慢有这个起来的趋势，所以我才认为将来这个中共跟欧美的这外交关系呢会有一些起伏。我现在是这么判断的。是老师刚刚你当然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这个外交上中共所经营的这些脉络大概会从何而走啊。那当然回到如果军事的部分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但不管哪一个方向啦，习近平显然都已经插手伸手进去控制哦。但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央军委会哦，现在原东部战区司令部的何卫东哦，因为何卫东如果对台湾朋友应该很熟悉，因为就裴洛西来台的时候，整个主导那些所谓干扰威吓的部分。就是由他，那这部分而且还是破格升这个军委的副主席哦，那包含还有72岁的张又侠等等，我不知道这个后来的未来的走向在整个军事的部分，中共会怎么走呢？你刚刚说那点我是同意的，也就是说他将来会强军呢，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真的很害怕，就是西方会对他动手，或者欧美各国会对他动手，所以强军呢是跑不掉的。至于说这些军委的人事变动是不是直接会导致台海战争，我想那倒未必，但是台海战争的几率是增加了，危险性增加了，我们可以这样看。这次军委呢，一般来军委就7个人嘛，基本上人数没有变动，但人头呢有点变动。7个里面有几个人留任了，习近平自己留任了，不用讲了。然后张又侠留任了，这2个是超龄留任了。照规矩不是说7上8下嘛，这2个都超过了留任了。那再来呢，这留任一个是叫苗华，然后一个叫做张生明。苗华是原来的这个政治部主任，然后张生明呢原是军纪委的这个书记。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变化，这2个职务不会变动。那重点是该走的没有走，然后新人进来了，我们怎么看这些变动？该走没有走，就刚刚你讲那个张又侠，年龄超过了，但是张又侠会留任大概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他跟习近平私人关系比较好，然后是2代的交情，习近平认得他父亲，他也认得习近平父亲，他们父亲也彼此认识等等，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习近平用人呢，小圈圈的习惯呢蛮重的，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呢，如果要留任一个72岁的，然后有战争经验的人在军委上继续干军委副主席的话，那可能是代表习近平对掌握军队还没有太大的把握，那这是第2种可能性。所以这是张又侠的部分。那何卫东，你刚刚讲说他在东部战区干过，然后上次这个台海军演就他操盘负责什么等等，这些变成提升的理由，这个我也同意。但是不是说因为他有这个经验就马上对台呢？未必。但是要求他来负责对台，然后做好准备，那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那这点我是同意的。好，那另外新进的呢，一个叫李尚福，一个叫刘振立，相对都还算是比较年轻。李尚福呢，在这个太空领域服务在太空站、太空领域。那么刘振立呢，大概最年轻的一个，原来在这个中央军委的这联合参谋部里面工作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猜呢，他待会接总参，就我们的参谋总长。那李尚福呢，是太空领域的这个专家。我觉得这种人士呢，大概是2个考量，打台湾或者准备打台湾，那当然是一个。所以因此提升了就是台海紧张的这几率，这不用说了。但第2个呢，就是准备对付美国，或至少就准备要对付美国，对付他。至少说被动的说，我猜他们这是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得到几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你凭过去那种打法是不行的了，因为过去那种是工业时代的热战的打法。但是美军在这个伊拉克战争，就30年前伊拉克战争已经展现出来，就是新时代或者信息时代的战争打法是不同的，而这在乌克兰更看见了。俄国用的是比较传统的2战打法，而乌克兰呢，有欧美各国在背后的支撑呢，用的是工业时代的信息战的打法，所以可以以小抗大。我们若不说以小胜大的话，那至少以小抗大。而且现在传出话说，乌克兰的参谋长判断，明年夏天以前可以收复克里米亚。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而成真的话，那代表说以小抗大是有可能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打法不一样。为什么打法不一样呢？因为科技不一样。因为科技不一样，就我们讲的信息时代战争。
所以如果中共从伊拉克战争一直看到现在，看了30年，大概会认识到说飞弹很重要，然后电子战很重要，太空战很重要。网络战很重要，那这样就能解释比较年轻的军委委员跟有特别什么太空领域专长军委员进来呢，这样就可以解释得了了。所以我认为就是它这是一个多重的设计，不是单为台湾来的。不过台湾当然要这个提高警觉，那毫无疑问。所以我现在判断就是，他不是要打仗，但他绝对是要备战。消极的方面就是怕欧美打他，积极的部分就是万一欧美哪一天突然之间晃神的时候，我说不定就可以对台湾动手，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是蛮重要的部分哦。那在这个部分，从今天那也很清楚的可以理解了，就对于中共对台的野心，我觉得是没有松懈，一定更为加强。他有没有能力是一回事，他的企图从没改变。台湾必须要更有警觉。这个显然我们在更早之前，包括明老师一直以来提醒大家要认清中共的面目，那个本质上不会因为换谁而改变。所以因为这样子，你根本也不用去管谁会连任，因为就算他不连任，下一个人同样还是会做类似的事情，只是聪明与否的差异而已哦。那我想今天也谢谢明老师哦，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20大之后的一些相关几个面向的分析。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分享，也欢迎大家留言。再次谢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其实有时候观众留言，我们制作单位大家都会回应我们的来宾，或者我们都会看。有人说这个主持人为什么连老是这个看起来皱眉头？我谢谢有人帮我回答说，谈这种题目，你叫他怎么眉开眼笑？因为总还是会觉得很关心跟沉重。有人也说，来宾有几位，还有不然主持人怎么感觉脸比较潮红，要注意血压。我们说谈这个问题，你也知道，怎么可以不高血压？当然开玩笑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那我觉得会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大体上都是非常理性中道。我觉得我们就事论事，所有的来宾的引经据典的部分，我们也希望是有凭有据哦。做一个评论节目，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推论，会有一些猜测，但至少我们不希望去作为造谣造假的一环。如果我们对中共就是一个造谣作假的政权批判，我们对自己的节目的要求当然也是如此哦。希望自己是一个正派的一个评论节目哦。那在20大后，当然是大家持续关注到底会有什么样变化。所有你们看到这些各家的评论，所有的媒体的评论、专家的评论，其实总结一句话，这个名单就叫习近平说了算哦。当然你会说，哪一个这个总书记说了不算？是啦，以前他们说了也算，但后面只会说了算加一个惊叹号。习近平的说了算可能要加10个惊叹号，也就是他对于所有权力的掌握更为严谨哦。大家会说，那他会不会朝向更为鹰派？尤其习家军他说了算，他更能掌控，当然也会更为危险哦。所以有人又回到说，那是不是有攻台？因为鹰派的抬头会造成台湾未来或世界各国民主国家的一些灾难哦。那后续会如何发展？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好好来了解一下。那我们开心邀请到我们2位来宾哦。首先介绍的是我们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我们董立文董教授。主持人大家好。接着我们欢迎的是我们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也是我们前所长我们宋国成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我想一开始就请教一下董老师哦，因为这一次当我们刚刚提到了，不管是王沪宁王毅等等，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过去稍微强硬。那特别王沪宁，大家也很好奇这个人哦，因为我们过去大家节目大家也提到说，因为王沪宁很厉害，他可以服侍这个3朝的这个元老。那一般我们都说过，如果从这个中国的历史能辅佐2代就很厉害，哇，3代这个从江泽民、
宁、胡锦涛到习近平，而这过程当中，他也帮忙了立定了这3位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治国的方向。所以有人说他很厉害，到底他有什么样的天赋异禀哦？但总之，他能安稳的继续坐镇在整个我们讲中共的一个政治核心里面，我讲也不容易小觑了。所以包含这些人，有些会针对成为未来的一些对台工作小组等等哦。所以到底对台湾未来有可能这些发展哦，除了所谓的不放弃武力这样的一个方向以外，有可能还会有哪些的转变？是不是请教一下董老师？好的，现在有人说王沪宁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男人嘛，哈，我对他的观感哈刚好相反，绝对不是，因为能够干3朝国师的人，他的他一定有一些个性上的这种等于是说要求，什么要求哈？他一定唯唯诺诺，谨慎为小，谨小慎微。这样子他才能够干得了3朝国师。其实王沪宁在我如果没记错的时候，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曾经来过台湾。他后来上海复旦大学嘛，他后来被调上京做事以后，他一个人去，他谁也不敢联络。就是说以前呢，你不要说他以前在台湾是有朋友的，你不要说台湾了。上海复旦大学他的师生，他完全都断绝联络。我就认识一个他的他自己指导的学生，我跟他很熟，他就跟我说，他老师进京之后完全不联络了。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脸孔的人。那他过去在干什么呢？所有的国师就中共现在的国师那讲的单纯一点、简单一点那就是说。把总书记他一些胡思乱想的话，把它系统化、理论化，成为一套理论，这是他的责任就对了。所以呢，我相信他会被留到今天也是刚好反映在他这个个性。我刚刚说了，他一定谨小慎微，然后他一定自己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亲信，他完全听从于领导，这样子他才能够存活得下来。那所以说，万一他之后呢，他是接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协主席嘛，那么在对台政策上呢，他一定会准确的执行习近平的这个路线跟政策。习近平他过去5年了，一再的呼吁要准确的执行他的理念跟政策他已经讲了5年了，而且各方面所以你看原来主管对台的，譬如说汪洋政协主席他年龄没到；原来主管对台的国台办主任刘结一，他的年龄也没到。结果这2个人呢，这个全部被 fire 掉了，这2个还是熟悉台湾的人呢。这说明什么意思？我觉得从对台政策上来说，因为习近平认为这2个人无法准确执行习近平的对台政策。好，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要回来看，那习近平的对台政策路线是什么东西？好的，从20大的政治报告来看第一个，习近平要统一，这是全世界都知道嘛，接下来的特征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未来在这个统一的道路上，在中共的对台政策上面非统即独，你如果不支持统一，你就是台独，他是2分法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然后呢，这次的这个20大政治报告涉台部分其实提到3个字：反台独、反分裂、反干涉嘛。反台独是什么意思？反台独反的是以民进党为主的那些主张台湾主权独立的，这个叫反台独。反分裂是什么意思？反的是以国民党为主的。拒绝统一的人，这个叫反分裂；反干涉指的是以美国为主的，主张要干涉什么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那些国家，包括日本，什么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这就是干涉，包括欧洲都一样就对了。那我觉得后面这个如果是王沪宁接政协主席，再找一个新的国台办主任嘛那么未来在这次20大政治报告上面涉台的部分有2句新的话他一定会落实的。
第一句新的话就是说要尊重、要关爱台湾人民，然后呢去推动两岸的经济文化合作交流。好，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我相信也很多人注意到，叫做坚定支持岛内的爱国统一分子啊，对不对？人士，这什么意思呢？好，就是说呢，在台湾的统派，你必须是统派，中共啊才会跟你啊，等于说把你当作是自己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哈，就是说可能现在最危险的是国民党那个9·2共识。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说的话，是9·2共识一中各表，那是糊弄啊。国民党讲9·2共识呢，哈，要这个欺骗、要愚弄台湾人民可以，可是不能去欺骗、去愚弄中国大陆老百姓啊。因为为什么？习近平就是要统一的，没有什么好维持现状啦，好那个中间的地带啦、灰色地带那些都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两岸关系哦，我说句话了哈，也会很沉闷啊。为什么？就是好吧，我们都谈未来5年嘛。未来5年一般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和平统一不可能，对不对？合统不可能，武统看起来也不可能，几率低了。那合统也不可能，武统也不可能，然后你这个习近平现在的对台政策又是这个模样，对不对？没办法沟通，没办法谈的。站在我们台湾，不要说民进党，连你国民党都没办法谈。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只好很沉闷的拖下去。所以大致上，我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对中共的这个对台人士的看法，大致上是这样。是，谢谢董老师，我大概清楚分析。但不管怎么讲，其实回到他在外交上，导师还是秉持一致的。现在所谓的战狼的外交，我记得过去我们曾经听过，他们曾经内部也反思说，不要了，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沟通啊等等。但我想那个毕竟不是你的本性哦，这个狼才是你的本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包含王毅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哦。那大家就很担心说，那中共的这些外交的的系统哦，会不会持续战狼的这样的精神对世界各国来挑衅？当然也同样一定会对台湾再更严厉的一些打压。G20在11月中即将在巴厘岛举行哦。那这 G20里面，大家有机会就是我们看到美国跟这个中共哦，就是习近平跟拜登有机会来碰面。大家也在讨论说，这样的碰面会不会也让美中的关系产生一些变化跟改变？所以宋老师你怎么看？好的，基本上关于 G20 这个拜习再会这件事情我认为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他们也会过很多次了基本上来讲还是各说各话甚至是只是一些表面式的一些官言官语因为过去见了这么多次面每次都没有共识，但是有结论，结论就是我们下次再聊所以因此我觉得就是相见不如不见吧因为没有实质太大的一个意义，而且拜习见面这么多次，美中关系也并没有任何的改善所以我认为，而且还越见越恶化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对于G20 这个拜习再会这事情寄予太大的一个希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谈到王毅、王沪宁我基本上认为王毅，我好几次在公开的场合，我对他的很多的所谓的诡辩外交，我做过了严正的驳斥基本上如果他要跟王沪宁做个比较的话，我认为他是一个比王沪宁更危险的男人这话怎么讲呢？因为王沪宁基本上他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所涉及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思想的一个斗争王沪宁的那一套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斗不过整个西方的自由主义，甚至包括保守主义所以他的这个优势没有办法显示出来。但是王毅不一样王毅是一个在这个国际话语权领域当中里面，对于他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尖锋相对的一个战斗者那么所以他的危险性要远比王沪宁还要更为严重不过我也要讲，就是说，其实王毅的外交他就是诡辩外交一方面就是不坦诚、不诚实甚至有时候是会颠倒黑白。譬如说，他对于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他说2758号决议已经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主权的问题，没有这个决议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台湾所以诸如此类的，就是说他其实是出身于一个半个外交式
世家的一个外交官，可是他故意不懂外交啊，他懂外交，但他故意不懂外交啊，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共在全世界国际形象低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已经跌落谷底的程度，乃至于我们在镜头上看这个中共的外交官几乎是各个这个面目狰狞啊，我觉得就是王毅一个人啊鞠躬绝尾啊，他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破坏部，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拆除大队的大队长啊，因为他不断的去破坏和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过去几年来的一种好感和善意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您刚所提到就是20大之后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啊，我们可以分别从美国的角度跟中共的角度，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来加以分析啊。首先可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啊。我们如果做简单的一个历史的回顾，美中关系从2014年做一个分界，在2014年以前啊，美中关系基本上是合作的，而且是广泛的多领域的合作啊。那么到了2014和2015年啊，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啊。所以这个转折的原因就是南海问题啊，因为中共宣称9段线全部都是他的嘛啊，所以他的南海的这个主权的这个声索啊。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还有一个就是2025的中国制造啊，因为中国制造其实就是中国运用它举国之力啊，试图要去规避逃脱国际贸易的规范和规则等等的，事实上是一个偷窃型的一个发展的计划啊，这个也被美国所看到了啊，再加上就是这个2017年之后啊。到2018年啊，美国先后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跟国防报告。从那个报告当中里面啊，在5年前的2017年到2018年，就已经把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个从竞争到对抗的一个转变啊。特别是2018年川普发动的这个贸易战争之后啊，美中关系正式的进入对抗的局面啊。好，到了今年2022年啊。美国发表了也一样是年度的国家安全报告，还有其中有一个是所谓的核态势评估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它有3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美国放弃承诺不率先使用武器核子武器所谓的不承诺这个第一次的打击，意思就是说美国要用核武来作为一个第一次的打击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它适用的对象除了本土之外，还包括美军海外的基地，还有它的盟国。那么最后就说它的这个核子的报复行动，基本上来讲呢，不仅是这个核战之间里面作为一种反击，同时也包括传统战争。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图，从这个光谱演进来看这个美国已经从关键的2014到2015年呢，从一个竞争进入到2018年的一种对抗的局面。今天则进入到一个所谓从对抗走向战争，而且是核对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红线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处在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从美国的角度进一步来分析，然后再从中共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基本上是这么认为，美中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这种对抗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务性的分歧不是说菲律宾跟越南因为打捕鱼有什么样的纠纷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硬对抗什么叫硬对抗呢？硬对抗其实就是一种零和赛局，讲白了就是你死，要不然就我活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斗争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今天呢。他对中共的这个围堵呢，已经从政治外交、军事、资讯经济等等全领域的一种所谓的无缝的围堵那么一个缝也不让你出去，一个窗口也不让你逃出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不会因为说你习近平今天又重提说什么两岸这个中美和平共存太平洋很大，可以容得下中美2个国家，不是你这个外交姿态的放低这种措辞的一种缓和就能够改变美中之间的一种结构性的对抗的关系也不是说像最近习近平不是对美中商会发表了一个致辞吗他说中美和平共存相互合作你这样的一种说法甜言蜜语骗不了美国早已经洞悉了你中共的全球的野心所以这个结构性的对抗作为一种硬对抗不可能在早期短期之内会有一种改善的一种可能。那么我们就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吧中共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它还有3个基本的立场。
这个3个基本立场如果不改变的话，美中关系不可能有转换啊。第一个就是中共至今还始终一口咬定认为美国就是处心积虑、无时无刻的要对中国进行包围和围堵啊。所谓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观念。那么中共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放弃这样的一个看法啊。那么第二个呢，中共他认为他已经崛起和强大了啊，所以呢，他希望受到国际社会一种大国之尊的一种待遇啊。所以他要建构一个与他的综合国力相适应的一个大国的地位啊。但是对于这个所谓大国地位是不是满足了中国领导人或者是中国的国家的一种想象或者是他的愿望看起来中共到目前还是不满足的，还不够的啊，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中共他认为他自己现在目前的一种所谓的威权资本主义吧，或者是他们所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形成足以和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相抗衡，甚至是相互取代的一种另类的一个选择啊。所以他认为就是说今天不仅仅是说我中共可以跟你美国平视而已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平等的那个对待啊，他甚至他的野心是美国是彼可取而代之也啊，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我只是跟你平起平坐而已。所以以上这个中共的3个基本的立场如果不改变的话，美中关系是不可能有所改善的哈。那么最后我们谈到就是20大之后美中关系会进一步怎么样发展这个我们就回到20大报告当中里面。习近平所讲的，他要推展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大国外交啊。那么这个大国的外交本身包含，比如说建立人类共同体维持社会的国际社会的这个公平正义等等的啊。但我认为呢，这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的一个大国外交呢，我把它称之为是还是依然以战狼为主轴的，但是有一种差别对待的差异性的外交啊。我认为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大国外交还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3个世界理论啊。第一世界美国啊，那么美国中国还是继续与你战狼但是他会2手策略，就是说我表面上跟你和平共存，私底下我积极的备战所以这个就体现了一个所谓的大国政治逻辑之下的一种对抗的形式，就是尔虞我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世界理论就是说，对于欧盟这些国家采取分化离间的一种策略你比如说最近拉拢德国那么肖兹马上要去北京见这个习近平，当然他同时还打击英国，分化英国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驻曼彻斯特的总领事馆不是打人吗然后这2天中共的这个驻英国的公使叫杨晓光非但没有对于这个打人的事件道歉他甚至还反过头来去指责英国说你这个英国包庇港独分子你要为这个事情本身要负起责任你要付出代价所以他就是用一种贸易依赖，就是把经济武器化、贸易武器化的方式来对欧盟进行分化第3个世界呢，就是亚非拉的这些所谓的中等的开发中国家在这些区域当中里面，确实是实现中国梦最佳区域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本身基本上来讲它跟美国的关系也比较疏离所以它会在这个区域当中里面去进行一种利益的连结那么试图呢在这边建立一种类似像北京联盟这样的一种架构那么甚至进一步就是说建立一个中国模式的一个国际体系即便它是一个区域性的体系例如譬如说建立这个人民币的货币区来对抗这个美元霸权等等的所以20大以后所谓的中国特色的一个大国外交，基本上我认为就是一种以战狼为主轴的依据3个世界理论，然后差别性的加以操作的一套的一个外交政策。第一世界继续战狼，但是呢暗中备战；第二世界呢就是这个分化离间的这样做法。第3世界呢就是采取一种利益的联盟，建立他自己本身的一种所谓的北京模式的一种在地的优势。谢谢我们宋老师很清楚的来分析当然大家还是在关心那两岸之间包括中国对台湾还是会怎么去走。虽然一开始我们董老师也有提到了对于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一个方向不过我想很多朋友还是想要细究啦，就是说那台湾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应对这部分董老师你怎么看呢？好的，我刚才有讲到说就是说未来的5年我用的是两岸关系非常沉闷，是沉闷的5年。
那如果真的要看未来5年的两岸关系的话我觉得那还要再看多一点，看大一点啊。第一个看中国内部，第二个呢看整个亚洲甚至是全球的局势。我的结论还是一样，还是非常的沉闷的。第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看这个习近平20大以后，他这个一人称帝嘛，其实呢，习近平已经把这个中国共产主义变成封建共产主义。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邓小平说的。其实80年代这个邓小平复出之后呢，他从头到尾都在致力于消除封建主义的余绪。按照邓小平的定义，什么叫封建主义的余绪？第一个就是终身制，领导终身制。这个1980年，党跟国家和领导干部的改革，邓小平自己亲口说的。第二个叫做家天下，这叫封建主义啊。邓小平大骂共产党的干部啦、一把手啦，有那种家天下、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的余绪完全在习近平这次20大完全呈现。里面呢，可能最经典的一幕，或是说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就是把胡锦涛当场给架走嘛。我们今天回来看这个事情就问习近平一句话习近平当众把胡锦涛架走，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或是中华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有哪一条准许你这么做？倒过来，其实是习近平违反了党章、他们自己的宪法跟他们自己的法律。你怎么可以剥夺一个党员开会的权利？然后呢，那个党员又是你的前总书记。好，这个是这件事情对中共的党内其实造成的那个震荡非常大，而且它后面还会有深远的效应。好，这是中共党内精英阶层。中国老百姓那就回去看四通桥的那个标语。四通桥的标语其实反映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心声，真实的心声。你看第一句话，对不对？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隔离，要自由。这个是整个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现在最确切的、最急迫的心声。你看20大结束以后，在中国境内各个不同的城市，现在还在残忍的封控，让老百姓不能吃饭。所以各位想想看，5年后就是按照这个习近平这样搞法，5年后的中国的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要画个大问号。好，这是一方面。2方面，大概5年后，中美之间的这一种全方位的对抗啊、冷战啊、脱钩啦，随便你怎么形容它了大概也会这个结果也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2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什么产业链啊、生产链啊、贸易链啊，全部都在大概5年后也明朗了嘛。俄罗斯。5年后，无论他乌克兰的战争打得怎么样俄罗斯的衰败是注定的。5年后，那会给全球的地缘战略产生重大影响。5年后，还有2个军事强国将会崛起，一个叫日本，一个叫德国。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他们从今年开始，每年的军费1000亿美金以上，是世界上第3个跟第4个国家每年军费超过1000亿美金，给他5年。5年后，日本、德国军事强国啦。好，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说5年后，习近平2027年他就具备了所谓的攻台能力，他就能怎么样？其实我自己是画个大问号的。我刚才看到那些大趋势，对不对？5年后的世界恐怕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实力的对比、地缘政治的那个牵制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5年这5年还是沉闷的5年。那我们一样要抓紧这5年，做好我们台湾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无论自己的国防经济乃至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的发展，因为你要参照这个国际社会的变化。举例来说，中美的产业链脱钩、制造链脱钩，我们得跟着脱钩嘛。
美国跟这个日本，它正在重视整个亚太区域或是印太区域的整个国防啊，整个军事安全上的准备，我们也要跟着准备嘛，该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台湾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这蛮重要的。那国成老师其实在11月1号的时候，在台湾的媒体上有投书了一篇文章，是中共到底何时攻台？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光谱分析哦。我觉得这边还蛮这个理性跟科学的部分来做一些分析哦。这也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国成老师好好帮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在所提到的这些武统光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的，从中共这个围台军演到这个20大开完以后我想各界对于中共的武力犯台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部分都是这个中共的时间武力犯台的时间提早了速度加快了所以是提早论跟提速论有的甚至从过去2035到2027有的到2025，最近还有2023我想我们现在距离2023也不过1-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是一种所谓的timetable， 就是时间表的这种观念可是我认为中共的这个武力犯台，它不是一个好像像这个倒数计时器一样然后设定一个时间，然后就定时爆炸不是这样一个单线一个思维的过程。所以我要提出一个所谓的光谱辩证法的这样的一种看法所谓的光谱辩证法，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如果说把依据20大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报告里面所讲的他说祖国的完全统一不排除就是绝对不放弃这个武力作为一个选项而且他声明这样的一个武力是针对于台独和外部势力的干预台独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先讲外部势力所以中共的武力犯台必然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否形成一个具有时间序列，没错，但是它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光谱辩证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单线滴滴答答答，然后最后就定时爆炸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就提出一个所谓的光谱辩证的一个这样的说法，请各位看这个图假如说是针对一个武统台湾是针对于一个外国势力的话左边是一个习近平所讲的祖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主观的预期那么结果呢，它必须要能实现，这个就是一个客观的结果那么假如我们今天也把习近平的心理因素把它放进来，那么左边的这个所谓要实现的一种主观的心理呢，是习近平他的一种所谓的权威型人格特别是我说的一种乌托邦的偏执症什么叫乌托邦的偏执症呢？乌托邦偏执症就是说对一个崇高的伟大的一个目标有一种至死不渝的坚持到底的这样一种狂热这个叫做乌托邦的偏执观。另外就是英雄主义的躁郁症，好像一天不统一他就日子过不下去这样的英雄躁郁症当然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客观的一个实现的结果，就完成了这个所谓武统这个是实现了习近平所谓的大国沙文主义这样的看法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它有一个我所谓的战略决断期这是一个渐进和累计的一个过程他从心理上想要统一到最后实现统一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有一个战略决断的一个过程，而后它要对应于一个战术的准备期。这个战术的准备期呢，可以包括从训练到动员、封锁包围，一直到渡海作战、登岛作战等等的那么，但是这只是一个静态的一个一个图表那么我们来进一步来看看这个动态的一个图表所谓动态图表就是说各位看这张图既然说这个武统台湾本身是涉及到一个对外力干涉，那么它就对应于一个外力干涉的一个，也是一个光谱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左边上面这个图呢，习近平的战略决断期，它是从主观到客观逐渐的增强然后它必须要对应于美国及他的盟友是否存在所谓的战略犹豫期这个战略犹豫期就是意思就是说从挺台的一个口头的宣示一种所谓的战略的模糊它也慢慢的演进到战略的清晰，最后达到了真正用武力军事行动来武力保台保卫台湾这样的一个效果，这种客观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样一个动态的关系里面，我们就讲说为什么会产生所谓的战略的犹豫期呢？因为
各个国家本身基于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哈，还有一个所谓的战争成本的一个损益的估计，乃至于跟台湾的地缘关系的这个远近，还有最后就是说，他跟台湾的关系的深浅啊，这些都会使得这个西方的国家本身产生一种战略犹豫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在俄乌战争的时候啊，美国跟北约战略一致啊，步伐也一致，可是印度很摇摆啊。然后在围台军演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很紧张啊，他也很挺台。可是韩国的话就比较疏离一点，因为毕竟它的威胁是来自于北韩，而不是台海啊。这个就是所谓西方的美国和其他的盟国，它会有一个战略犹豫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经过了一个辩证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比较重要啊，就是说。动态辩证光谱的第一张图啊，就说今天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决断期，如果遭遇到美国和其他的盟友是处于战略的犹豫期，而且是不断的延续和拉长啊，也就是说存在了严重的绥靖主义或者是避战的心理，以至于造成两岸之间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国际社会是采取一种国际的观望的态度啊。低度的介入或者是资源不足不管是内容的不足或者时间的不足等等，以至于它整个战略的一个犹豫期会继续维持一个，就好像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progress bar， 就是进度表，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登录下载程式的时候有一个进度表一样。那么这个战略的模糊的本身还会不断地在延长，速度会变得很慢，但是很长。相对的，对习近平来讲，他的战略的决断期会因为西方国家本身它的战略犹豫期不断的延续和拉长，它会缩短它的战略决定期的时间，就犹豫考虑不决那么按兵不动的这种情况会慢慢的缩短甚至会强化那么如果说他认为他的我们刚刚所讲那个战备准备的那个各个项目本身就是所谓的物理的战力了他达到一个很精炼和成熟的地步乃至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主观的愿望达到最大化，就是他那个乌托邦的偏执狂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他就会缩短他的战略的决断的时间然后对应于国际社会犹豫期太长，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对台湾所谓的决断性的对台动武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张图但是我们反过来说了西方的这个所谓的战略的这种犹豫期或者他也有他自己的战略的决断期。这话怎么讲呢？也许西方国家本身特别是美国它不是一开始就是所谓的战略犹豫，它其实它一开始可能是战略的决断的所以你看他从这个挺台的宣誓主观愿望一直不改变那么当中共有任何蠢蠢欲动的时候，乃至于有实质的一个犯台的行动的时候呢，美国和他的盟国本身呢他的战略犹豫期就会缩短会缩短，甚至可能会翻转那么他会很战略清晰的帮助台湾甚至用各种方式，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包括军事的进行国际的介入最后呢进行武力的干涉。如果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他不是犹豫了，他是清晰了，他是决断了这个时候他获得了客观结果上面获得了保台的成功。这个时候在光谱的另外一个对立面，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光谱呢，他的主观愿望虽然并没有改变但是呢，他由于受到了美国和他的盟国本身，也同样是一个战略的决断期缩短了，以至于他的整个战略决断期对台湾的武力犯台战略还会相对的会拉长乃至于就是说搁置武力犯台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讲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中共武力犯台的问题其实它是一种叫做黑象理论什么叫黑象呢？黑象就是黑天鹅跟房间里面大象所结合出来的一种理论，就是说它是一个已知的不确定的一个结果。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来，但是不确定它什么时候来所以就是说我提供一个思考和分析的一个模式希望就是说我们不只是从一种主观的臆测把它当作是一个 timetable 这样的一个定时炸弹型的一个武力犯台的一个观念，而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渐进式的有相互辩证的一种光谱的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里面，随着中共的战略的决断期和西方国家本身的战略的犹豫期之间的一种消长的关系，互相辩证互动的关系，来考虑和思考中共武力犯台，而不是随便说明年、后年或者是大后年这是我所提出的一个所谓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个光谱辩证的一个方法。
好，所以我总结的来说啊，当习近平认定啊，中共的军队它在物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上面达到最佳的状态啊，那么武统的声浪升高为所谓的举国的一个共识的时候，那么它的战术准备也已经充分的成熟啊，混合作战的一个系统也已经准备就绪啊，那么处于一种辩证的对立方就是美国和西方啊，它的这个战略犹豫期非常的长，甚至是处于一种绥靖主义或者是投降主义冷处理的一个立场啊，那么甚至就说各国呢采取一种观望或者是低度介入啊，乃至于就是说是不是为台湾而战的这种心理的一种认同不足啊，或者是相当的脆弱啊。最后再加上习近平他的心理的一种权威人格上面啊，一种所谓的乌托邦偏执，处于一个极大化的状态啊。那么这些因素都备齐了，可能一个都不能够缺一不可。但是只要这些因素都备足了，那么就是习近平挥军攻台的时候。是哦，谢谢国成老师，他很清楚的让大家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共犯台的这个问题哦。那如前面所说的，我觉得台湾民众还是天助自助了。我觉得台湾民众必须要觉醒，在这次选举，我必须还是要忍不住念一下哦。其实包含像我们马前总统在整个造势场合里面在喊说票投某一党，那青年就上战场，我认为是非常的失格。这如果是一些小粉红或者是其他外围的人来喊，我觉得其次。但今天很重要的部分是他作为一个前总统，怎么会回过头来间接？我认为这是间接在恐吓台湾人民哦，这个不应该是如此的高度啦。任何一个政党大概也没有用一些武力的方式来做改变，大家还是在价值上的辩证，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台湾还是朝向一个较理性辩证的民主深化的方式来走。那当然今天所提供这些内容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今天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